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 TR 出品的这一套 C 版的银河之力，或者叫 Sebutan 传奇的擎天柱。这个也是拖了挺长时间了，很早以前就公布了，但是最近才出货。盒子的外包装其实是这种长条的形状，方方正正的，东西也是非常的重。内部这样珍珠棉的填充也可以很好的保护到玩具。制品方面，说明书、人物卡全彩的印刷，不过人物卡是纸质的。然后这个小黑兜有点意思，据说呀，这个东西是国内的商家自己做的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有标志啊。C 版银河之力其实还会有一些钥匙的联动激发的弹射武器啊，但这一回呢，它是作为一个磁铁的吸附开关。很长非常重的一辆擎天柱消防车，这一款身上的合金零件非常的多，而且在关节上也大部分使用了齿轮关节来增加它的稳定性和强度。车窗的部位、颈灯的部位全部使用了透明件来处理，非常的漂亮。轮胎橡胶的材质，滚动起来非常的丝滑，而且这些合金零件也是亮亮的处理。虽然吧，这一回并没有像原版那样的弹射武器，但是它的这些炮了什么的也是可以翻开的。这个就需要你手动的往开拨一下了，碰一下它会有这种闪烁的感觉，再碰一下是常亮。再碰一下关闭，另外的一侧手动打开，红灯、蓝灯交替闪烁的。再碰一下是这种慢闪，再碰是常亮，然后是关闭。磁吸灯这种感觉现在非常不错啊，我很喜欢玩具里边融入这种磁吸灯，不用你手动去按或者拨开关了。很棒，还原度已经非常的高了。轮毂这里有青铜色的涂装，甚至车屁股这里弹仓的位置，这个地方也做了这种金属漆的刻画，很好看。这个真的好重呀，我很喜欢这种合金块沉甸甸的感觉。车头这里对的也是非常的整齐。接着 C 版的飞行形态，我们先把这里的齿轮关节掰开。打开翅膀的时候要注意啊，这个根部这里是有一节钩子卡扣的，往上提一下，再打开。按这个位置，这里是一个挂钩，挂在这个孔洞里，所以你往出拆的时候必须得提起来，斜着顶开这个钩子，再打开，这回就会安全很多。齿轮关节，把这后方这里折叠一下，这里边的所有关节都是齿轮的，嘎嘣清脆的声音。C 版标志性的飞行形态啊，不过这个地方已经摆不下，它的尺寸也太大了，一展几乎接近60公分，车的长度差不多也得40公分左右了。然后我们飞行背包先卸下来，注意打开下方这里连接的所有卡扣，脚丫子这里还有2个钩子，先把这一节卸下来。当然了，背包也可以摆成标志性的这种炮台形式啊，我们放到一边。来看 C 柱的一个本体，哇，这个手感拿起来非常的扎实。变形的第一步，首先把腿部这里所有的卡扣都分开，齿轮关节把它摆成外八，翻到背面来，腿肚子这里拆开。原始的变形逻辑是一样的，记得这地方有2个锁着的卡扣，拨开以后卡到腿肚后方，插合，脚尖立起来，这里打开，腰部这里旋转一个90度下来。接着能源宝仓，打开这个盖子，里边也是有一块合金的能源宝，拉开90度以后再往上折，就会带出来腹肌的这块装甲，把它提起来。裙甲这里双折叠再提起来，这个裙甲也是个合金件，就喜欢这种大铁坨子。2侧的外车窗折叠到胸口的部位，现在还压不到底啊，因为里边滑道顶着。接着这里的拉长滑道，注意解松下方的2个7星挂钩，
这块腰甲拆开，这里边也有隐藏的上下2个卡扣，拆开以后折一下边缘，接着旋转一圈，放成这个样子。另外的一边也是拆开卡扣，旋转一圈，从这边转会好转一些啊。边缘90度夹角折进去，然后拉开这个滑道以后，其实胸口这里就可以拼起来了，对的胸缝子非常的齐。接着车头左右拆开，打开，胳膊拉出来，很经典的 C 柱式变形。好，这里都是合金的双齿轮关节。同时再打开后边的盖子，脑袋180度翻上去，锁住。手臂这里抠开这个小板子，90度立起拳头，盖上，然后把2个肩膀滑道缩到底，肩胛往上提一下。接着我们从炮台上第一节拆下这把枪，非常帅气的一个人形。这一回等于整个把美型完全的修饰了一遍，腿部增长了以后，大长腿的感觉也是更加符合现在的审美，帅气了很多啊。腰腹部这一块的曲线做的也非常漂亮。当然有人会说，这一款的变形和老玩具基本上一模一样吗？对，确实，但 C 版的玩具如果不这么变，反而就没有灵魂了。AEC 时代那个时候做动画片已经是用 CG 技术来做了，而且玩具是什么样，动画片里边就是什么样的变形。如果说用现在第三方的那种偷换概念的逻辑，或者说用那种类 UT 式的 DX9 式的变法颠覆了原先的逻辑，其实在 G1 玩具上面可行，但是作为像后来从胜利之斗争开始吧，乃至于到了后续的 TF2000 AEC 3部曲的话，玩具的那个样子变形的过程就摆在那里，你突破了，反而我觉得是一种非常大胆或者冒险的做法。曾经的 DX9 六面兽就是那样死掉的，所以我觉得现在这样的一个 C 版银河之力柱子反而不错，让老玩家感觉很有情怀，同时质感也强烈，美型度也够帅气。侧面来看的话，背包这里干干净净，十分整洁啊。背后这里来看，填的也是满满当当，没有任何的偷胶空洞。可动方面的素质极为优秀，头部可以旋转，同时抬头，这里有一个独立的关节，肩膀大型的齿轮关节，嘎嘣作响，肩胛可以稍微的立起来，侧平举齿轮关节可以举平，二头肌根部可以旋转。胳膊肘双段的合金齿轮也是可以举到很高的，手腕处可以活动的范围有很大，因为要变形嘛，而且是全指可动手。腰部的左右旋转，记得拉起来这2个侧裙甲，这里拉下来一点，也是齿轮关节，中间看到腰部的连接件也是一个巨大的合金块，但是这个前裙甲吧，感觉卡的不是很紧啊，因为只是一个 Z 字折叠的轴，没有什么锁扣，玩的时候容易滑下来。前裙甲打开，前踢齿轮关节，踢到这一齿的话，差不多就已经到位了。后踢也可以踢到很高，撑的力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但是1齿和1齿之间的间距比较大，虚位挺严重。侧踢这么重的一条腿，这个齿轮关节也是完全撑得住。甚至大腿左右平转，这里也是齿轮。膝盖大合金块的双段齿轮关节可以翻到很高的位置。脚部左右接地没有问题，有一定的幅度啊。同时因为变形的关系，这一款变完了以后，它脚部左右依旧有接地。对比一下如今的 MP 身高的擎天柱，甚至它比 G1 的造型还要高出来半个头，这还是没有在穿着马甲的情况下。那么我们准备来开始给它上马甲。首先拿出腿部的装甲，直接翻下来即可。打开小腿肚子后边的连接地方，
两个扣子翻下去，然后顺着下方这里的黑色零件进行180度的翻折，脚底的卡扣定好位置，脚尖卡下来，然后上后边的腿肚子和脚后跟零件，这里边有非常多的卡扣，注意上下这里错位的时候，这些关节卡扣对准，嵌在一起。这是我说为什么它组合完了以后也是不影响左右接地的，因为同时这里边有2个轴都在接地的关节上，这就很好了。然后脚丫子这里还有一个滑道，现在下方是可以滚动的，我们把它推上去，嘎哒锁住了，这回脚底就整个接地了，不会滑动了，轮子在里边也不会乱滚。哇，立马加高了一截。在上背包以前，我个人的建议先把这个肩关节拉出来。背包的变形也是先脱开这个地方的卡扣，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往上顶一下，打开这个挂钩，一展拉开，旋转180度，让轮子朝上方去。这里边的关节也全部都是齿轮，主要也是为了增加强度。2个肩带先翻出来，靠，耷拉下去。好的，放过去2个肩带的位置，这就是说为什么先把这个肩膀拉开啊，这样就松一些。然后后方有2个硕大的方块卡槽，直接插到后背去。接着肩胛的滑道再往回推，翘起来一点点边缘，连接的时候上方这里有一个卡位，前方这里有一个卡位，等于是3个卡扣的维度咬合，把这个背包夹得非常结实，根本就不会掉下来。而且上边的这个黑色零件吧，韧性也特别的好。肩胛我们可以再往高的提一档，手臂稍微调整一点点，拉过来后边多段的齿轮关节，这个地方有许多段可以进行你的调整啊，找一个最舒适的角度。掰出来这里边的握把，拿在手上。好，握上了2个泡以后，腿上的这2管再立起来。当然还没有完成，最后给 C 柱注入灵魂。耳朵打开，头部向上翻出脑壳，旋转面部，口罩给它戴上。哇！这个头雕相当的还原了，于是现在我们就得到了银河之力超级擎天柱的最终形态。哇，太帅了！这个一展打开以后，在柜子里边相当的占空间。当然，这也是我最喜欢 C 版柱子的一个点，穿上马甲以后的这个张力、画面感特别的强劲。啊，好帅呀！背面来看，其实也是相当的干净整洁，而且这些合金的齿轮关节相当的有手感，而且这2管炮也可以翻折上去，卡在肩部，作为肩炮来使用。打开以后射出的那种感觉，哇，就是你爱发动战争吗？TR 这家厂子之前也出过一些事情啊，被业内的传闻，想必大家也都知道了。哎，我这回看一下大腿内侧，好像没有铭文了，没有设计师签名了。这款 C 柱子确实让大家等的有一些年头了，但同时这款 C 柱子也是做到了好饭不怕晚，酒香不怕巷子深。食物打开的那一刻，变形完成，穿上马甲的那一刻，这个东西确实能做到物超所值4个大字。综合素质来看啊，600来块钱的预售价格，而且现在据听说，如果你在平台上边有券的话，500多块钱就能拿下来。那这么看起来，这一款的性价比是真的非常的高了。做工用料材质相当的扎实，板件的厚度也给的十分的足，合金件齿轮关节的融入，让这款的质感达到了一个非常高的级别。但本身因为身体实在是太重了，胯部即使说有齿轮关节，也是因为虚位的关系，可能这个地方并没有想象中的效果好吧，但是站立起来还是基本没有什么问题的。一款让 C 版的老迷友怨念完全可以解除的作品，太棒了，好东西，强烈推荐。
而且性价比相当的不错。对比目前市面上同类型做 AEC 3部曲的其他第三方厂商，动辄1000多800-900块的话，这个500-600块的价格，而且质感也能做到这么棒，厚实的感觉，其实这个玩具摸起来啊，真的是让你回味到玩 AEC 老玩具时候的那种塑料的质感，敦实厚重，而且每一个叮当作响的齿轮关节和身上大块的合金零件，梦回2000年，太棒了。